珊妮老师听说最近身体不是太好，是不是？对，我刚刚才从医院回来。对，找你去看电影也没时间。对对啊，重点是没有什么好看啊。有啊，什么哪一部？最近你知道，在这11月，反正应该是从8月开始，国片就有9部必看。是吗？对。我怎么不知道？夯不啷当9部，我只看了其中1部，好不好？我觉得现在的国片真的越来越好。真的吗？越拍越厉害了，是不是？但是因为你没有去看，我们就不能聊这个电影的话题。没关系，我可以用想象，因为国片大部分都那些想什么？不是直接讲国片的主题，大概就离不开那些什么家庭啦、男女啦，不然就是什么同志啦，不然就是咖啡店啊，不然就性侵，对之类的。好的，我在讲孤味。我好像有听过这样子，最近上演了嘛，是不是？对，你只知道香菇的味道，我就菇味啊，对啊，就蘑菇味。对，最近我们去看了孤味，好，怎么样？对，我觉得它是一部，就是旁边充满了化妆师的一部电影，因为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就是明星，就 settle 的很好，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比较现代一点的电影，就是现在现在的电影，然后可能预算可能也没有真的那么高啦，可能其他演员在忙之类的。它的故事其实是蛮感人的。讲母女之间吗？对，讲母女之间，亲情、爱情，然后女儿们之间、母女之间这些。OK， 因为你没来看，对，我当然一定要找一个那个有看过的人来一起跟我们聊这个电影，而且他要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来聊这个电影。真的吗？对啊。好啊，那请问，它就是跟一般的那个影评不一样，它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占星大师。哦，真的吗？对，所以他是占星师傅，然后呢，你说他要占星大师，我们叫他骆师傅。骆师傅，好，那也就是说，骆师傅要以他这个独特的他这个见解，对，来帮我们剖析吗？对，其实在很多的那个影评里面，我们就是讲那个故事，对，讲一些剧情啊，什么讲一些道理啊，很无聊。那他就是要用星座的角度啊，来预测一下，也不是预测，就是来分析一下这个剧中角色他会是什么样的星座。所以他来帮我们剖析那重要3个角色，对不对？好，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主角了。对，谁？谢盈萱。第一个就是谢盈萱，对，就大姐。OK， 好，那我们请他来帮我们剖析。对，看大姐应该会是个什么样的星座。好。因为像他本身是一个舞蹈家，然后有出国，然后过着非常浪漫不羁的这个形象，以及他的私生活、他的婚姻生活，其实最让我直接连接的当然就是风象星座，然后尤其是宝瓶座的部分啦。那但是为什么会直接连接到宝瓶？其实我也觉得他有一点偏双鱼，但是相权衡之下，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宝瓶性格的一个人，因为就风象星座来说，流动这个一定是风元素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嘛。那但是在3个风象星座里面，双子、天秤跟宝瓶，其实双子它会需要对话的空间，它会需要我跟你一起八卦啦，一起交换资讯啊，然后交换一些想法。可能那些想法不见得是多么深的人生大道理，但他一定要对话，然后会跟你开玩笑，然后一定会跟你就是有趣这样子哈。那但是天秤的话，当然就是它就是一个 social 的星座，我一定要跟你维持关系，维持关系是天秤座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当他像剧中可以这么轻易的有这么多段关系，然后都可以简单的就跟他们说卡就卡，这其实是很不天秤的。天秤其实如果要说当第三者的话，其实天秤它是一个最难去切断跟第三者关系的一个星座，因为切断关系对于天秤来说太困难了。对，所以相比之下当然就是宝瓶，而且因为宝瓶它本身的守护星就是天王星，天王星总是给人家一种无拘无束、叛逆，或者是像风一样的男人或女人的那样的概念。而且
就整个神话的追溯来说，其实天王星它就是被土星砍掉生殖器的一颗星，所以基本上在占星学里面，天王星也有跟切断，然后切割，会有程度上面的关系。所以你也会看到说，其实在12星座里面，能够跟你说分手，就真的分得很清楚的，往往可能是宝瓶座，因为他们是真的是可以跟你去，如果他的天王星能量又强的话，其实他真的是可以跟你断的，让你觉得说，你们曾经拥有过吗？对，那当然你就是在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姐她的这个对于婚姻，她要断就是要断啊，而且就是会给你纯真信函，而且是3年前就给你了，而且我也就是断了就断了，对，而且甚至是有人来追求她，像关正来追求她，那你也会发现说，她就是告诉你说，我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就是有毒的。你还要靠近我，你们人类真奇怪！怎么你们人类真奇怪？这就是外星人的角度在讲地球人啊！所以其实这也都是很多就是宝瓶的暗示，尤其是在其中就是谈到陈升的风筝的这个意象，其实这也完全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一个宝瓶的一个象征。原来大姐是宝瓶座，就水瓶座，对，水瓶座就这样，就感觉到好像在讲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就对。他讲的，我觉得有点对耶。是啊，因为本来水瓶座就是那种你知道自由自在惯，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对，而且你知道断舍离，水瓶座是可以做得非常干净。真的吗？对，你就没办法。因为你的因子里面没有水瓶座。讲到宝瓶座，就是移花的那种，对，他就是对，感觉就像那个剧中的爸爸，是有其父必有其女，是这样子吗？可是这个爸爸又不太像宝瓶座。对，但是其实，在戏里面爸爸到最后其实都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有点反转的角色，好像都是这样。对，父亲一开始都是那个样子，然后最后好像他前面的都不算他做错，好像就是他就是一个父亲。他前面是错的，对，就是说，可是到后面就会觉得说他前面不是做错，他前面做这些错事都是有原因的。而且我说反转啊，就是演的人也很反转，那就是整个反过来嘛。对，就是刚开那个演年轻的爸爸是那个杨一展啊。哦，杨一展演年轻的父亲，对，那到年老是谁？龙少华。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听那个骆师傅来说看，爸爸会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OK， 好。我比较多连接的是双鱼，因为首先是从选角开始，因为其实我会觉得，选杨一展这个角色，那其实通常双鱼会让我们联想到就是很迷人的眼眸，很迷人的气质，然后对，但是我是说 anyway， 就是他在整个电影里面，他也塑造就是爸爸是一个这几个女人她们心里的婚姻梦牵的一个角色。这其实不管那个婚姻梦牵是好的、失望的，或者是怀抱理想跟希望的，其实这都是双鱼座或海王星它所掌管的事情。海王星这颗星其实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它如梦似幻，但它毕竟就是如雾如雾，所以其实往往在雾散开了之后，其实我们往往看到的真相跟我们当初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其实也跟爸爸最后他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片段组合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说，爸爸跟每个人想的有一点一致，又有一点不一样。而且其实海王星双鱼座，其实它掌管的占星领域包括了电影、戏剧、演员、艺术或者是灵魂之类的东西，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12星座里面，双鱼座往往是最好的演员。原来爸爸是双鱼。哎呀，我就知道，你某方面跟我们蛮像。你又双鱼座，我月亮在双鱼座。双鱼座就是浪漫多情，很爱演啊。对，就是天生的演员。对啊，那就是你啦。我就只是很爱演啊。接下来呢，就是讲完大女儿，讲完爸爸，对，那重要的就要主角啦。哎呀，就是淑芳，母亲真伟大。对，陈淑芳，好，那她也入围了今年的金马奖，她入围3项哎。金马奖的入围最佳女演员，再来最佳女主角，然后还有嘞
最佳女配角，最佳女配角。再来一个让你猜，她入围什么？最佳新人奖。最好是最佳什么啦？终身成就奖。终身成就奖啊？不是啊，那是什么啊？最佳摄影啊。他是怎么可能在胡说八道吗？最佳主题曲，他唱吗？他唱。哦，是哦，那么厉害哦。对，这个最重要的角色呢，我们要请洛师傅来跟我们剖析一下。OK。金牛它是金星维纳斯掌管的，那金星原则上它就是一个享乐的星座，所以其实如果在三餐无余，然后衣食无缺的情况底下，其实金牛它就是懒，它其实是最懒的星座。其实跟大家想象中那种拼命三郎啊那种不太一样，但是一旦它有需要为了生存这件事情，为了要吃得好，然后有地方住或穿得舒服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发展，就是展现出土象星座那个毅力，然后跟持续力。那妈妈的话，因为第一个她是做吃的虾卷嘛，那当然就是跟吃最有关的一定是金牛座咯。那她而且是苦干实干的，一直持续性的一直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在工作方面，摩羯跟处女当然也会有工作狂的特质在里面，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妈妈，她会一直很辛苦的去任劳任怨的付出，然后为了家庭生活这个部分，或为了家庭的和乐去付出这件事情的话，她会有比较多的是金牛的这部分，因为金牛它掌管的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下来，然后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妈妈她在从事就是虾卷的这个生意的时候，她并不是为了一个社会头衔，也不是为了要赚大钱，然后也不是为了要像处女一样向社会证明我是一个 functional， 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他只是为了要让家庭稳固，然后大家都有得吃有得住，所以他 somehow 他当然又是母亲的形象，所以大家也可能会连接到巨蟹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为什么没有讲巨蟹呢？是因为相对于巨蟹来说，金牛它比较是不会是那么的去讨爱这件事情。讨爱这件事情其实是巨蟹最擅长的，巨蟹它是非常需要人家来爱他的一个星座，所以为什么巨蟹它很容易受伤？因为巨蟹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细致的星座，所以如果说他需要一直讨爱，我们可能会在电影里面看到妈妈她有比较多是为什么你不爱我？你要怎么样爱我的这种情节，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所形塑的这个任劳任怨，然后一直对子女们一直努力去让他们吃穿长大，念了医学院，或者是让他能够持续性的这个部分。而且对于爱情的部分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他对于财务这方面，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对他来说，他也觉得说，我告诉你这个秘密，我们就不再亏欠了。其实这也会让人家想起金牛的对宫是天蝎宫。那其实我们人格在发展，就是有一个星象的对宫理论里面就会提到说，当我们的发展到那个性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像我们对宫的星座。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金牛跟天蝎是对宫，所以当金牛跟天蝎他们都是吃货，可是金牛他吃是因为好吃，那天蝎吃是因为觉得我可以活下去。但是他们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你会很分辨出来说，他这有点像天蝎，还是有点像金牛。所以就是综合这些部分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妈妈她会让我有比较多金牛的感觉在里面。原来妈妈是土象的金牛座，刻苦耐劳。骆师傅说了，是如果都已经都弄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享乐的星座。是的，金牛座是很享受生活。比如说他去旅游，他去住饭店，他一定要住的那种好的饭店，对，然后要吃的美食。对，你知道吗？金牛座其实是很会享受的。那个是你是哪里是金牛座？你有吗？你一个面只吃80块，也不切小菜之类的。金牛座真的很厉害，店吃3碗公。所以我们今天讲了3个星座，其实也讲很久，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会讲，真的很会讲。他为什么可以这么会讲？
而且我们是用云端 Q 他，云端 Q 对啊，就是骆师傅，他就直接就讲了，对，怎么会这么厉害？但是重点是他有讲你跟我吗？他有讲你跟我吗？下次好，很快的，所以我们新节目要快开始了，骆师傅应该就会抵大那个师傅，就是他会白袍师傅拿了一根拐杖出现吗？还是会有那种甘道夫吗？对啊，应该不会吧？不会甘道夫，对啊，你看他那样子。可是我觉得他蛮有型的，对啊，你知道他整个，你知道，对，我再帮他看点像嘛。真的吗？你们互看吗？对，互看，对。对，好。如果大家喜欢骆师傅的话，我们下面有他的一些资讯，可以，对，他也看一下，开始在有一些粉丝的。那下次我们要再讲什么电影或者再讲什么话题呢？就敬请期待了。OK 哦。